夜里10点钟，上海市的一户居民家里，男人穿好睡衣躺下睡觉。宽大的双人床上，他侧身蜷缩成一个婴儿的样子。黑漆漆的卧室非常安静，男人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。时间很快来到12点，男人不但没有睡着，反而更加精神了。因为妻子的歌声准时在床头响起。妻子是一名歌手，3个月前刚刚不慎坠楼身亡，90天了，这歌声天天如此。男人害怕极了，他再也无法忍受。只见他豁然坐了起来，打开吊灯，屋里顿时四壁通明，妻子的歌声也戛然而止。这个男人名叫贾不真，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。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贾不真认识了妩媚的女歌手陆漫漫。陆漫漫小有名气，唱片销量很好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迅速陷入了热恋之中。但是陆漫漫的签约公司出面了，阻止陆漫漫继续恋爱，因为在他们的合约里有规定，合约期内签约艺人不允许谈恋爱。但是陆漫漫敢爱敢恨，性格耿直，跟经纪人吵了一架之后，便被公司雪藏了。因为有了爱情，陆漫漫并不在乎这些，她干脆放弃了事业，迅速与男朋友贾不真结婚了。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，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可是时间一长，生活从浪漫中回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。陆漫漫唱歌好听，但是洗衣做饭收拾家务她是一样不会，也不爱做这些。因为贾不真工作比较忙，陆漫漫没事就约着朋友们打麻将什么的。这样的日子过了1年，贾不真忽然就发现妻子陆漫漫打麻将的朋友当中出现了一名男性，据说是一个大公司的大老板。这让深爱着妻子但心态有点不自信的贾不真不安了起来，于是就不允许陆漫漫再打麻将了。陆漫漫表示反抗，贾不真强行压制，夫妻矛盾就不断升级。最后还是贾不真妥协了，同意妻子出去打麻将，但是不能到自己家里来玩，更不允许跟男人打交道。这样生活又归于平静，夫妻俩恢复了往日的甜蜜温馨。可好景不长，有一天陆漫漫心血来潮擦玻璃，一不小心就从窗口摔下楼去，当时就没有了生命迹象。葬礼上贾不真泣不成声，眼睛都快哭出血来了。他发誓今生不再娶。但即使是这么深的感情，这天天半夜12点开始唱歌，贾不真也受不了啊。今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换一张床。于是第二天贾不真就到家居广场随便挑了一张床买了下来。他和陆漫漫的那张老床也没有扔，放进了车库。可没想到睡在这张新床上，到了半夜12点，妻子陆漫漫那幽怨的歌声依然在床头响起。没办法，贾不真就搬到了自己以前的老房子去住。这是个老小区，陆漫漫没有在这边生活过，应该不会再跟到这里来唱歌了。到了晚上，贾不真依然是10点钟躺到床上，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刚被分到医院的那段时光。回想当初自己刚开始独立工作闹的一些个笑话，他甚至不自觉地在黑暗中嘴角上扬了起来。就这样，贾不真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。睡着睡着，就发现门被推开了，妻子陆漫漫一闪身进入屋内，关上房门，然后轻飘飘走到床边，坐在床头跟他说话。可一开口就是唱歌，歌声幽怨动听，情真意切。贾不真很高兴，漫漫，你回来了，漫漫。说着话，他抬胳膊就去抓陆漫漫的手，可这一动，贾不真醒了，
原来是做了个梦。失望之余，贾不真就打开灯，下意识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刚好是夜里12点。贾不真开始不安了起来，他害怕、悲伤、惊恐，心情复杂极了。天亮之后，贾不真再次做出决定，他要躲到乡下去，那里有他年迈的父母和9岁的大狼狗雪狼。对，反正也就1个小时的车程，就回老家去住。主意打定，贾不真收拾收拾行李，便下楼开车出小区。可他刚走到车位上，身边突然就出现了2男1女3个人。贾不真，你涉嫌谋杀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贾不真被便衣警察带到了公安局。审讯室里，贾不真怒火冲天：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啊？再说那是我深爱的妻子，我更不可能害她呀。贾不真，你先别嚷嚷，我们是有证据的。不要以为尸体已经火化你就没事了。你妻子的一个朋友当时在现场拍了照片，照片的清晰度很高，经过技术人员分析，他是被人推下楼的。当时你们家只有你和死者陆漫漫2个人，推他下楼的不是你，还能有谁？我没杀人。虽然他出轨了，但我是深爱他的，我怎么会害死他呢？哦，看来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认定陆漫漫背叛你的？贾不真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，也没说出来他有任何证据证明妻子陆漫漫出轨。总之，他就是凭直觉，凭男人的直觉，感受到陆漫漫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。不过他说他绝对没杀人，更不可能害自己的妻子。但是证据确凿，警方就把贾不真移送到了检察院起诉，交法院审理。在审理过程当中，法官觉得贾不真精神状态很不正常，就给他做了司法鉴定。结果这贾不真还真有大问题，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，妻子陆漫漫是被他发病的时候推下楼的，事后他却什么都不记得。后来在精神病医院治疗了3年，贾不真康复了，病好之后，他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但是妻子陆漫漫却再也活不过来了，怀着一生无法抹去的思念与愧疚，贾不真抱着骨灰盒，将亡妻埋在了家乡的祖坟里。培好最后一把黄土，贾不真跪在地上，以头碰地，放声大哭。此时天空中响起了一声炸雷，然后是暴雨倾盆而下。